美国什么时候这么拉垮了？最近红海危机持续发酵，然而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接连挑衅，美国却始终找不到什么好的应对办法。据《纽约时报》爆料，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的多轮空袭行动，实际上仅只损害了胡塞武装20%到30%的战斗能力，可付出的却是让整个美国军工后勤不堪重负。对此，美国海军学会网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就弹药储备而言，美国压根无法应对冲突长期化的需求。这不禁让人感到好奇，曾经傲视全球的美国军工到底怎么了？1990年8月7号，在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的一声令下，海湾战争正式揭开了帷幕。这场被后世誉为现代战争教科书的战争，从各个方面都刷新了人们对于美国实力的认知。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，莫过于美国军工展现出来的恐怖能力。从1990年8月7号战争开始，到1991年2月23号总攻行动展开，美国总共集结了超过80多万人的多国联军，而这些部队绝大多数的军事装备都由美国负责。据资料显示，为了给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火力，美国光保障部队就投入了25万人。在整个战争期间，美国共动用了空中战略运输机406架，运送投放参战人员50.1万人，作战物资54.4万吨，海上大型运输船206艘，共计承载物资320万吨，燃料420万吨。除此之外，美国还对各国51种主要武器系统提供技术维修服务，生产并提供弹药总价值超过25亿美元。而这些还只是美国在后勤方面的付出，其在正面战场上的投入则更加惊人。海军方面，美国共派出了包括艾森豪威尔号、中途岛号在内的8支航母编队，其他舰艇230艘。空军方面，美国投入作战2800架飞机，包括44架首次亮相的 F-117隐形战斗机，以及66架能够跨越千里精准投掷巡航导弹的 B-52战略轰炸机。地面作战方面，美国则布置了3000多辆主战坦克，其他各种装甲车辆与大口径火炮更是不计其数。正是美国这庞大的武器库，使得海湾战争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悬念。1991年2月28号，伴随着停战协议的达成，海湾战争宣告结束。这场战争，伊军付出了10几万士兵的生命，而美国阵亡士兵则仅有27人。毫无疑问，这样的战争结果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前预料到的。或许很多人会意识到美国很强大，但怎么也不会想到，面对一个地区霸主，美国可以赢得这样轻松。可以说，海湾战争是美国通过国力赢下的一场战争，强大的军工产能成就了美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美国能够拥有如此强劲的军工能力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就一个字：钱。常言道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相信对于这句话，美国一定深有感触。以海湾战争为例，在美国战前的估计中，如果战争在1个月内结束，美国需要付出280亿美元的军费。战争持续3个月，美国则需要拿出600亿美元。一旦战争进入第6个月，美国的军费就会达到860亿美元。要知道，在当年美国的全年国防预算才不到3000亿美元，这一场局部冲突就占据了近1/3的军费额度，足以见得战争是一项多么烧钱的活动。而正是因为战争足够烧钱，所以才会有利可图。正是因为有利可图，美国的军工产业才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源源不断的拔地而起。从美国宣布参加2战以来，包括后续的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，以及持续半个世纪的2极争霸，如果要问谁在美国这段发展历史中获益最多，那么美国的军火商们绝对可以笑得合不拢嘴。当一个国家长期处在军事竞赛当中，军工企业往往可以得到最优渥的发展环境，换句话说，它就是获得战争红利；反之，则会遭遇发展危机。例如，美国著名军工巨头诺曼·奥古斯丁就曾在美国赢下冷战时沮丧地表示，这是军工产业的1929年，而1929年是所有美国人都不愿意回忆的美国经济寒冬。所以，姑且我们不论诺曼·奥古斯丁身为一个美国人说出这番言论是不是有点过分，但这足以见得国际形势对军工产业的影响程度之深。总而言之，美国的成功离不开军工产业的强大。而美国军工产业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，同样也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持续投入。因此，当海湾战争揭开帷幕之时，美国军工产业才会爆发出强劲的动力，使得美国能够势如破竹地赢下最终胜利。但这同时也埋下了另外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如果国家没有了敌人，不需要那么多军事装备了，军工产业该何去何从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或许美国现在的模样就是答案。1991年12月25号，苏联宣布解体，冷战结束。
对于美国来说，这起事件的发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的老对手倒了，自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，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与自己进行全方位对抗。那么原本高昂的军费自然可以省省了。据数据统计，在1987年到1997年短短10年的时间里，美国防务预算就下降了31%，其中向国内军工产业发出的采购订单更是砍掉了1半有余。所以诺曼奥古斯丁的寒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而身为一个军工巨头都有这样的悲伤感触，那些小型军工企业的处境自然就更不必多言了。当然，可能有人会说，既然做不了自家的生意，为什么这些军工企业不能接点外包呢？事实上，从危机一开始就已经有企业这么做了。然而事实上，取得的效果却是很难让人满意。以美国军工3大巨头为例，他们在2000年的销售额中，军备分别占到了73%、33%和48%，但外销军备却仅仅只有4.32%、2.44%和0.97%。由此不难看出，美国军工企业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的依赖性极大的。夸张的讲，就是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命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想想也很容易知道啊。首先，美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武器卖出去，就算卖，也只能卖给那几个有限的朋友。其次，就算美国想卖，也不一定有人想买。对于那些有追求的国家来说，往往都拥有自己的军备研发体系，买美国货难免有种饮鸩止渴的感觉，不仅容易受制于人，而且还会伤害到自身军工产业的发展。最后，在整个20世纪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，到后来的2战、冷战期间，还有数不清的局部战争，大部分国家和人民早已对战争感到厌倦，甚至就连美国自身都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反战浪潮。如此情况之下，美国军售遇冷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。自家不需要，外国卖不出去，那么留给美国军工企业的路显然就只剩下了最后一条，那就是破产清算。当然，美国政府肯定也清楚地知道，如果完全放任军工产业不管，那么万一什么时候有需要了，肯定也会是一个巨大的麻烦。于是，在1993年，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威廉·佩里便召开了一场最后的晚餐，宣布对美国军工产业进行洗牌。怎么洗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整合或合并重组。例如，现在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，就是在这次重组中，由原本擅长设计制造军用飞机的洛克希德公司与航天、电子等领域的强者马丁·玛丽埃塔公司合并而生的。在当时的美国政府看来，合并重组显然是应对军工产业危机最好的一种解决办法。这不仅可以让原本各个领域的强者结合变得更强，而且还能让美国政府能够对其进行集中管理。在1989年，占据美国2/3的房屋采购额的企业有17家，而到了1993年，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3家。2001年的时候，更是只剩下了4家。毫无疑问，这样优胜劣汰的竞争，使得美国军工产业能够越发精益求精。他们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，势必会主动研制出更好的武器，这是美国政府彼时的想法。可事情真的会有这么简单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无数次的历史实践证明，垄断并不一定就能造就巨无霸，还有可能造就巨婴。与其相互竞争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倒不如大家一起摆烂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来得舒坦。于是，美国军工产业就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景象：武器越来越贵，创新能力越来越差，稍有难度就放给外包。如果国家军费预算给的多了，那还好说；一旦军费低了，那么这些军工企业就会自己降本增效，大肆裁员，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家需要的时候发现无人可用。如今，美国军工产业已然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巨大拖累。首先，在应对危机的时候，由于缺乏紧迫性，使得其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满足美国政府的需要。例如此次的红海危机，美国为何束手束脚？要说军工产业没有一点点过错，那绝对是说假话。其次，为了满足这些军工产业的利益需求，美国不得不连连提高国防预算，甚至于积极参与到一些原本不利于美国的军事行动与政策当中去，以此来消耗掉这些预算。最后，美国想要维持住自己的全球霸权，势必需要强大的武力。而美国武力的来源恰恰又是这些军工企业，以至于如今在很多时候，白宫需要看自家军工企业的脸色行事，以至于美国总统都成为了美国军工企业的最大推销员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美国军工产业不一落千丈，那才真的让人感到意外呢。